当年炮轰金门，距离金门2000米的厦门炮战阵地有世界最大军事喇叭，每平米曾落1.5颗炮弹。这就是大邓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大家好，我是南希。这个英雄三岛与金门岛隔海相望，是大陆离金门最近的地方。这里曾是两岸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浓缩了大邓与金门长达21年的战火岁月。现在这里成了一座以统一大业为主题，以战地观光为内容的3A 景区。今天我将从厦门市区打车到这里。厦门英雄三岛观光园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大邓岛东南端，由大邓岛、小邓岛、角屿岛组成。因为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离市区还比较远，打车差不多用了将近1个小时才到。车行至大邓岛东南端，环邓南路旁的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便撞入眼帘。这里是大陆距金门仅2000米的前沿阵地，曾在1958年823炮战中承受过每平方米1.5颗炮弹的洗礼，如今已成为镌刻着历史记忆的特殊景区。门票是40元每人，刚入园，草坪上静卧的军事装备便自带厚重气场，园区内陈列着战斗机、高射炮、坦克等100余件军事装备，其中不乏立下赫赫战功的功勋兵器。这些在炮战中立下战功的老伙计，无声诉说着当年军民联防的壮烈往事。据说当年70%的炮弹都是靠民兵的肩膀扛到炮位的。最令人震撼的当属那座世界最大军事广播喇叭。喇叭采用铅铝合金铸造，直径2.86至2.88米，长度4.74米，重量1.588吨，最大发音功率可达2万声瓦，有效传播距离远至12公里。东京弟兄们，金门同胞们，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叶剑英说，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得到了全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及国外侨胞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台湾海峡出现了和缓气氛。现在，我愿趁此机会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国民党军官兵弟兄们，金门同胞们，不要帮主席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说，共产党绝不用国民党曾经用过的方法来回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可行为，永远不再重复。在这里，我愿意告诉台湾当局，不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葺，该喇叭借鉴了仿声学原理，以压缩空气为驱动源，通过语音电信号调控高压气流，从而生成并传播强烈的声波。喇叭铸于上世纪60、70年代，是当时我军对金门进行政治宣传、开展攻心战的重要工具。
广播内容主要有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国民党官兵投诚起义等。1991年4月24日，厦门前线广播站率先停止播音，随后金门方面也停止广播，持续38年的两岸空中对台戏落幕。这支喇叭见证了海峡两岸从对峙到缓和的历史变迁，如今已成为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的一大亮点和历史教育的象征。我将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年的金门炮战。金门炮战又称炮击金门，台湾称为823炮战，是指1958年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据守福建省金门岛的国民党军进行的惩罚性的大规模炮击封锁行动。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大小金门岛的国民党军队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占据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和驶往金门的运输舰船进行警告性的炮击，击毙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3名中将副司令，击伤运输舰1艘。9月初，美军加强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兵力，并派出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进行挑衅和战争威胁。9月8日、11日和1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又奉命对金门和驶往金门的国民党运输舰船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猛烈炮击。福建前线部队共击沉击伤国民党军队各型舰艇23艘，击落击伤军用飞机34架，毙伤中将以下官兵7000余人。此后，这种警告性炮击打打停停，持续到1978年12月31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时，福建前线部队奉国防部长徐向前命令，自该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丹、二丹等岛屿的炮击。1949年至1979年间，三岛上倾泻了20万枚炮弹，平均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 1.5 枚炮弹。炮弹炸毁了岛上806栋民房，共计2734间，炸死炸伤我军民167人，民房被毁，田园荒芜，生产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如今，厦门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不仅是一个观光胜地，更是一个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地方。它让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和平。智利市民兵三岛世纪馆，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厦门和金门成为两岸对峙年代国共两党宣传新战的前线。1953年3月5日，大陆在福建厦门的角屿岛设立了对金门广播组，天天对金门的国民党守军喊话。不久后，小邓岛的女民兵洪秀聪领到了把对敌宣传单散发到金门的任务，他们把传单系在风筝上，让其顺风飘到金门。随后金门方面也开始仿效，双方的风筝大战后来又升格为气球大战。自1958年823金门炮战打响到1978年12月31日，海峡两岸开展了长达20余年的宣传攻心战，空飘是其中的主要手段之一。大陆空飘的工具主要是风筝，后来还使用过竹筒、小船和海漂气球等。除了宣传单，还会向金门飘送贵州茅台酒、山西老陈醋等土特产品。从1966年起，台湾方面也开始释放高空气球，气球上携带新战传单、日用品、口粮等，甚至还有伪造的人民币。其释放的气球越来越大，覆盖范围可达江西、湖南，最远的到达新疆。1979年元旦，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炮击的声明后，这场空飘大战渐渐落下帷幕。1985年，福建驻军停止向台湾和金门、马祖诸岛空飘海漂宣传单。台湾方面也于1984年宣布全面停止对大陆的炮击，随后停止了对大陆的空飘海漂作业。